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來自阿迪達斯的哈登时代。鞋面材質跟上一代非常像啊，但是這一代身上用的是 TPU 材質，會比上一代的 PU 材質硬度更高，而且這一代的鞋面上没有任何的透气网眼，透气性相比上一代会有进一步下降，重量也会比上一代更重，单只42碼的重量在440克左右，會比上一代要重個差不多10來克。除此之外，在配置方面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依舊是全掌的 Boost 以及這一個從7代就開始一直用到今天的襪套式內靴。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感興趣，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度了解一下這一双哈登时代。在腳型適配方面，這一次的哈登时代用的是一個正常寬度的鞋楦，但是因為鞋面的材質比較硬，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的延展性，所以對於腳型的適配範圍其實並不是特別廣，寬腳肯定沒法穿。不過相比上一代，這一代的包裹表現會好了不少，前半段的鞋面壓得比較低，即使是窄腳也能在這一双鞋身上得到出色的包裹鎖定。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時候，雙腳在鞋內完全不會出現位移，在急停的時候也不會有頂腳趾的情況出現。但是祖傳的掉跟又回來了，在出上腳的時候，你能明顯感覺到它的鞋面沒有辦法很好的帶起它的中底，但是在1到2場球的磨合之後，就基本感覺不到掉跟了。磨合完成之後，它的靜態包裹以及動態鎖定都會非常出色，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貼合住我們的雙腳，而且在舒適度方面，相比上一代也有着巨大的提升。雖然在出上腳的時候，它的鞋面在彎折點處也會有一點點輕微的卡腳，但是同樣也大概在1到2場球之後就完全不會有了。不管是鞋面的舒適度，還是整一個鞋面的包裹鎖定，表現都非常棒。在我這一段時間的體驗下來，這一次的哈登时代是7代之後在包裹鎖定方面表現最好的一代，而且大面積 TPU 材質鞋面的使用，鞋面強度也完全不需要大家去擔心。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在防守受到對抗時，腳底下的球鞋也能很好的吃住所受到的力。除了透气性確實是一個不小的問題之外，在鞋面的其他方面表現都非常棒。而在有着出色鞋面強度的同時，它的中底刚性也同樣優秀。作為一雙在出上腳時會有那麼一點點掉跟的籃球鞋，那它的中底剛性自然就不會差。阿迪達斯的籃球鞋，你可以質疑它任何方面的性能表現，唯獨中底剛性這一點是絕對沒得黑的。中底所使用的 X 型 TPU 支撐片能夠很好的保證球鞋的中底抗扭，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中底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姿態，幾乎不會出現形變。不管你想穿它去打什麼強度的球局它都能胜任。當然，強度出色在哈登的签名鞋裡面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畢竟它的每一代在這一方面的表現都不差，對吧？但是這一代在靈活性這一方面，絕對可以算得上是它所有簽名鞋當中名列前茅的存在。這一次哈登时代所使用的弧形外底比之前的幾代都要來得更加誇張，而且後跟處也做出了比較明顯的收窄，鞋頭的上翹幅度也明顯會比前幾代更加激進。雖然它的前掌彎折並不算特別容易，但是在磨合2場球之後就會有明顯好轉。在磨合完成之後，不管是在正常跑動、变向，還是在做一些切入動作的時候，它的中底彎折都還算比較順暢。再搭配上它誇張的弧形外底，在實戰的過程中，我們能明顯感覺到，不管往哪一個方向移動，腳底下都能得到非常不錯的滾動感，各個角度與地面的觸地感受都非常棒，會比前幾代更適合多腳步的球員去進行選擇。而且在此基礎上，它的穩定性也依舊非常出色，中底的重心控制的比較貼地，而且這種鞋面設計的籃球鞋我之前在將軍的視頻當中就已經跟大家說過了，這種將中底全部包圍起來的鞋面設計，能夠很好的限制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在前掌也做出了比較明顯的加寬處理，穿它打球非常安心，不管做什麼動作，心裡都不会有后顧之憂。而且這一代不管是在反應性、場地感還是緩震方面，表現也都非常棒。在发力蹬地的時候，腳底下的感覺非常直接，完全不會有一絲的泄力感。缓震對於我180斤的體重來說也完全夠用，即使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震腳的感覺也並不明顯。這樣看下來好像它的中底表現也特別優秀，特別出色，好像沒什麼缺點，對吧？那這個時候就要來說說它中底最大的一個不足了，就是它的中底過渡。在使用全掌跑動的时候，你能明顯感覺到從後掌過渡到前掌時，在中段会有非常明顯的斷層感。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它的過渡
都不是特別棒，再加上他不算轻质的重量，跑跳型的球員一定不會喜歡，尤其是在蓄力起跳的時候，他後跟的觸地感受是比較生硬的，這一方面的體驗真的非常一般。在他身上還有着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跟上一代一樣，他外地的吸揮控制做的依舊不是特別出色。在乾淨的室內場地上，他的抓地表現確實非常棒，不管是往哪一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出現多餘的滑動。但是，一旦到了有灰的場地上邊，它的止滑效果就會出現特別明顯的下降，需要我們經常用手去擦鞋底，才能保證腳底下有夠用的抓地力。而且它的耐磨表現也並不是特別出色，外底的橡膠比較軟，紋路的深度和粗度也都不是特別可觀。就這樣的表現基本上就可以跟外場告別了。所以哈登10代跟9代一樣，對於場地的要求會比較高。如果你想要得到出色的實戰體驗，那就必須要在乾淨的室內木地板上面才可以。當然如果你不在乎耐磨，那拿它去打一些粗制的室外场地，也能得到不錯的實戰體驗。哈登10代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A 減，這一雙鞋保留了哈登系列的很多優點，像是穩定性側向支撐強度以及反應性這些方面的表現都非常棒，而且它還有着近幾代裡面最出色的靈活性表現。如果你對於之前幾代唯一不滿的地方，就是它的靈活性，那這一次的10代，我相信你一定會喜歡。那這一次的哈登10代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呢？我會更加推薦打半場比較多的多腳步球員去進行選擇。當然不管是外線球員還是內線球員都可以適配。如果你平時打半场比較多，對於球鞋的強度要求比較高，同時又想要比較出色的靈活性表現，那這一次的哈登10代你一定會喜歡。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